魁地奇比赛，魔法世界最热闹的运动项目。马修被选为参赛者，但是丝毫没有魔力的他，就连骑扫帚飞起来都做不到，只能站在地上看上面两队人打得激烈。观众也搞不清楚马修到底在干什么。队长汤姆急了，冲下来晃着马修大喊：“他们不是发誓要得第一的吗？你倒是快向猪的学习啊！无论多么严酷的环境，都能顽强生存。”马修见汤姆这么亢奋，觉得这人肯定是嗑药了。讲了半天，他们才想起来，好像还没给马修介绍魁地奇的规则。参赛者在空中抢球，把球扔进圆环即可得分。比赛到现在，对手雷恩宿舍稳压他们亚德拉宿舍一头。比赛中禁止使用魔法，是纯粹考验飞行技巧的运动。汤姆表示把一切都赌在了魁地奇上，所以才会邀请马修参赛。说着他准备回去比赛，却没想到刚飞起来就遭到雷恩选手的恶意撞击，一下摔到地上被撞断了胳膊。汤姆气愤地质问雷恩选手难道没有一点竞技精神吗？对方得意地表示胜利才是最重要的。双方的分数拉开了整整50分，想要追上已经很难了，更别提他们这边还少了2个人。但汤姆还是想要告诉马修，重点不是胜利，而是他有没有真正的努力过。听到这里，马修突然拿起扫帚，脚下用力一蹬飞了起来，观众不由得吃惊，原来他是真的会飞啊！然而再往下一看，马修的2条腿正在奋力地滑动着，虚空滑水，你是懂飞行的。马修和队友要了球，表示痛宰雷恩宿舍一顿。雷恩的选手完全没当回事儿，飞过去就要把球抢到手。马修运足臂力挥出一球，球经过的恐怖风压把雷恩选手齐齐掀翻，以及惊人的远射为亚德拉宿舍拿下1分。但双方的分数差距太大，时间也已经不多了。马修真的能扭转败局吗？观众很快发现，扔出的球在经过圆环之后，居然绕了一圈回到了马修手上。马修指尖发力，用不可思议的力量投出了不可思议的曲线球。紧接着，在大家目瞪口呆的围观下，马修不断的接球投球，动作快出了残影，分数在以惊人的速度上涨着，直冲999分的极限。最后，亚德拉宿舍以碾压之局完胜雷安。马修也因为刷新魁地奇的历史高分，被授予1枚银级币。汤姆抱着马修感动得哇哇大哭。在比赛中大放异彩的马修很快被报道，并在采访中表示都是受了前辈的激励。同时，他也再次被人盯上了。第二天，马修惨遭梦男梦女包围，不堪其扰。他才纷纷求助，结果对方当场装睡。入学考试第1名兰斯找上马修，要和他做一些开心的事。马修超高兴的，以为兰斯要找到捉迷藏，结果兰斯从怀里掏出个瓶子，把倒霉蛋3人吸进瓶里当人质。让马修想救人的话，就到猫头鹰小旁的树林里找他。紧接着一挥魔杖就消失不见了。到了决斗地点后，兰斯掏出2枚银级币，问他是不是想要这东西。汤姆直呼不妙，一般来说只有高年级的学生才有这么多级币，而兰斯脸上的印记居然有2条。一线魔法师指的是脸上记号数量为1条的人。这个世界上几乎所有人都相当于1线魔法师，只有极少数的人拥有2条以上的记号，这些人就是2线魔法师，每10万人中才会出现一个。他们是被魔法选中的人。兰斯要赌上银级币和马修决斗，无法战斗或者主动弃权的人就算输。兰斯坚信马修一定会和自己比，而且他只要拿着瓶子，优势就在他。入学考试的时候，他就注意到马修了，自己的目标都没完成，就先去救别人，他是绝对不会输给这种人的。兰斯释放重力魔法，将2人在的整片地形抬高，形成临时竞技场。马修觉得没有必要，一开始就挥拳冲向兰斯，却被兰斯的重力魔法压在地上动弹不得。兰斯对马修居然想不用魔法就打败他的行为非常不满，直言他这种连目标都没有的半吊子根本不配和他在一个次元，站在最后的只有他就够了，垃圾就一辈子趴在地下吧。这股重力凭借人类是无法抵御的，却没想到马修另辟蹊径，一拳捶到地下，拽出树根，整片地面都跟着4分5裂。马修顶着重压向兰斯挥拳，行动不仅丝毫没有受到阻碍，甚至比之前更快了。兰斯急忙后撤躲过，脖子上的挂坠掉在了马修面前。马修捡起来一看，发现里面放着一张小萝莉的照片。3号青年吓得当场就要报警，救命啊，这里有恋童癖！兰斯一本正经地向马修解释，他才不是萝莉控，而是妹控。兰斯收好吊坠后问马修，他认为这个世界上最珍贵的东西是什么？马修脑子里只有泡芙。兰斯当场发飙，这个世界上最珍贵的东西当然是他的妹妹呀，他实在是受够这个都是蠢货的世界了。说着，兰斯走到悬崖边，要将瓶子用重力加速之后扔下去。马修肯定会为了救人跳下去接瓶子，他会趁机攻击马修。只要是为了妹妹，要他变得多残忍都没有关系。他的妹妹是这个世界上最关心他的人。安娜曾经说过，她最喜欢的就是他这个笨拙又温柔的哥哥。但是安娜却得了印记和魔力会一起逐渐消失的绝症，医生说最多只能再撑5年。如果安娜的印记消失的话，她就要被交给政府处理。妹妹明明什么都没做，凭什么被这样对待？兰斯从那时发誓要成为神觉者，加尔魔法局推翻着腐败的制度，所以为了拯救妹妹，他什么都愿意去做。他将瓶子用重力魔法扔下悬崖，回头想看看马修要怎么做，就发现马修已经脱下制服开始热身了。他做起了蹲踞起跑的姿势，大腿后肌群魔法，大霹雳冲刺。
不管是认输还是救不到人，哪个选项对他来说都不存在。恐怖的劲风从兰斯身边刮过，不过一眨眼的功夫，马修就已经冲下了悬崖，接住瓶子之后又折返了回来。兰斯大受震撼，但是他绝不能示弱，却没想到马修主动要求停战。兰斯扔下悬崖的瓶子是空的，而且他也能感受到兰斯并不是坏人。他快速从兰斯身上搜出了真瓶子，表示到这里就可以结束了。兰斯不明白马修为什么要放弃得到银级币的机会，马修只说自己没有聪明到什么事都做出合理的判断。想起了妹妹的兰斯也放弃了和马修的对决，不过作为赔偿，他还是送给了马修1枚银级币。被救出的倒霉3人组抱着马修痛哭，早知道等到了学校再把瓶子打开了。